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进桥，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啊！也请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全球的哪一个地区收看我们的节目呢？然后对于我们的讨论有任何的话题或鞭策都欢迎大家踊跃留言。马上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乔哥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金桥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一开始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是需要来看到，就是从去年乱到今年都还在乱的一个中东局势哦。那么如今呢，距离美国要对伊朗进攻，真的只差一个命令了吗？因为华盛顿邮报揭露了，华府呢还有中东的官员，他们几乎14日的时候是一致认定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即将要再度空袭伊朗。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午夜重锤吗？当时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哦，但是这一次呢，打击的目标就是要瞄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了。那实际的部署我们来看到啊，华府跟中东的官员认定呢，可能日前就是要动手，但最后一刻喊卡了。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像是华盛顿就向盟国示警，船舰跟战机呢全面调动起来，还有卡达的这个乌代尔空军基地也收到了撤离命令，就怕一触即发，伊朗马上对这个地方展开这个报复的行动。然后高阶的安全顾问，你们也都别睡觉了，熬夜待命，川普总统的随时的掌控。结果最后大家都在看什么时候呢？伊朗会浮现火光。结果最后呢没有发生，因为有消息人士说，川普在最后一刻他收手了，他没有打。消息人士点破呢，这个关键就是美方现在评估之后，他们认为光靠空袭是没有办法彻底击溃伊朗的，没有办法造成一个政权的更迭。那么川普的主要目的呢，还是要瓦解跟削弱哈米尼政权，那出手就要达到一击必杀的这一个效果。于是呢，美国现在等待林肯号航母到位，那斩首行动还没有结束可能未来2到3周都还有可能随时发生。而伊朗方面呢，只回应了一句话，他们的总统说，如果你敢打哈米尼，那就是对伊朗发动一个全面战争，这个是没有任何讨论空间的。好，我们先请教舰长，现在等待林肯号的目的，安全牌考量是什么？那如果真的美国跟伊朗全面开战了，美军还可以像之前他们深入委内瑞拉那样子的这个兵毫未损，就直接把人抓到吗？跟伊朗这样真的打起来，要全身而退不太可能吧？的确是啊。那其实美国只要想要对外那个用武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第一个想象就是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可是如果说我们看最新的一个有关于在中东的一个位置的话，对不起，一艘航空母舰都没有。那所以他就把原来在南海的这艘林肯号直接的调过去。可是林肯号，如果我们来看昨天的位置，也就是星期日的位置，其实他连新加坡都还没到，那他还没到新加坡，然后如果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他还要直接的跨过印度洋的话，对不起，那都是2个礼拜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熬夜也熬了，披萨也吃了，因为其实在华府是有一个披萨指数，没错。那披萨也吃了，但是空欢喜一趟。但是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午夜重锤这件事情也就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其实它不止一艘航空母舰。那时候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其实有2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在这个印度洋上，也就是卡尔文森号跟尼米兹号。那但是现在一艘都不烧。但是其实有一个动态，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也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林肯号之外，其实布希号也在前几天出港了。那他出港其实是个意外吗？应该也不算是意外。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是我昨天整理出来，除了福特号，因为它现在在这一个加勒比海之外，其他的美国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全部的现在的确切的位置以及最后一次部署到底在哪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尼米兹号它虽然在布雷默顿，可是它是即将要汰除的。那美军其实是保持着2艘向着太平洋，然后另外呢是有2艘向着这个大西洋。那其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布希号就是其中一艘。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么多航空母舰上，为什么
它好像如果我们这里标注的只是一个港口，例如说圣地亚哥的话，那就代表其实它并没有那个进行维修，它其实都是可以立刻生火待发的。那为什么没发？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真正最重要的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的，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一旦出去，那个消耗起来可是非常的可怕。那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实际上来讲，对于美国而言，那他在去年所发布的这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它其实已经慢慢的要淡出这一个中东了。但是他有特别强调，有关于霍姆兹海峡以及红海的部分，它要保持通航。那现在其实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部分。那霍姆兹海峡其实决定了整个中东油价的高低。那如果油价涨起来了，那今年11月这个有关于期中选举的话，川普大概就准备一败涂地，所以他现在就是紧紧捏着伊朗，但是他真的想要进入伊朗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伊朗被渗透的胡说八道啊，那我们之前看到，也就是5月重锤这个部分，连它的这个浓缩铀到底在哪里，大家好像都就是无论是以色列的摩萨德或者是 CIA 都很清楚。但是实际上来讲，现在哈米尼在上一次就已经动向不明了，这一次突然鸣鼓收惊，也可那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哈米尼正确的位置又无法掌握。是，好，我们继续来探讨为何川普总统他犹豫，最后一刻还是收手了呢？答案可能就是2个字哦，飞弹。谁的飞弹？伊朗的飞弹。因为包括美国国家航空这个航天情报中心，还有国防情报局，他们都承认伊朗可能至少拥有14种弹道飞弹的变体哦，它的这个威胁度是很大的，射程范围涵盖整个中东。最大一款的威胁武器叫做流星3型的这个武器哦，它可以打到2000公里外的目标，所以不管你美军的中东基地啦，你的盟友以色列啦，不好意思，都在这个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如果美国轻举妄动，真的对伊朗发动了进攻，但是打了你，又没有把你打残，让伊朗还有机会呢发动这一个流星3型，那威胁到美国大兵或者是以色列盟友的生命安全，会不会这才是川普最大的一个顾虑呢？还有，如果真的如这个报告所说，伊朗拥有这14种弹道飞弹跟他们的变体，那现在等待林肯号就位意义还大吗？因为这个14号变体飞弹打过去，可能林肯号也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拦不拦得住是一个问题。好，委员你怎么分析？流星3型要拦截不是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液体燃料，液体燃料的装填时间起码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装填3小时，而且它基本上不是移动性的，因为液体燃料装填的那个跟固体燃料可以机动性的移动不一样。那美国如果有足够的所谓的标准3号导弹，这或者是萨德导弹，应该拦截这一款还没有太难，那只是量够不够而已啦，量够不够。那同时呢，如果它有足够的战斗机空对空导弹也有机会拦截，所以流星3型并没有大家讲的那么可怕。反而比较麻烦的是数量很多的短程导弹，那个比较麻烦一点啊。你用那么贵的导弹标型3型或者标6去拦截那个，似乎不太划算啊，不太划算。所以美国这技术问题了哈，美国要自己去考虑啊。重点是在于说，美国如果真的要打伊朗，应该是属于惩罚性的战争啊。什么叫做惩罚性的战争啊？就是我针对革命卫队的几个据点进行轰炸，对几个教士集团这些神棍的头们，大概有30个目标，革命卫队50个目标，总共就80个目标。攻击这80个目标不是问题啊。第二个，他攻击什么？趁机攻击伊朗的所有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弹药库啊。那这个在伊朗的话，美军所知道大概有20几个地方。攻击这20几个地方也不是很难，但能不能完全销毁是一个问题。可是不必完全销毁，也可以造成重大的伤害。
那除此之外，会不会再攻击核设施？不知道啊，不知道哈。所以他能够攻击的对象很有限。第一个，他并不是要征服伊朗；第二个，他要斩首行动又跟委内瑞拉性质不一样，因为委内瑞拉就要处理马杜罗的目的是他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有委内瑞拉的石油，根本就不担心石油涨价。然后你伊朗又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理你？那伊朗说如果哈梅尼被斩首的话，对，然后要发动全面战争。哦，这个伊朗总统就是光绪皇帝嘛，是啊，然后哈梅尼就是慈禧太后，是现在是满清末年，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对于这个伊朗总统，他当然要讲个体面的话。当然，那如果哈梅尼被斩首了，最大的得利者就是他。为什么？因为从此慈禧太后的权力就归于光绪皇帝，他就真的当总统。他现在根本什么权力都没有，就是傀儡啊。因为伊朗这一套制度，这种神棍政权的制度是很奇怪。那伊朗真正问题不是美军啊，也不是以色列，这个都不是问题。伊朗不会因此而被打垮啊。那但是问题政权会被打垮啊，教士政权很可能这一次不行，下一次再来，下一次不行，隔3-5年再来，它就垮了。今天为什么伊朗会有这么严重通货膨胀？其实就是当时的跟以色列打那一场战争，以色列人家美国他有钱给啊，所以通货不会膨胀啊，控制得住啊。你伊朗谁给你钱？中国大陆不可能给你钱啦，俄罗斯不可能给你钱啦。所以你打一场战争，消耗一场战费，你的财政支出一扩大，通货膨胀就来了。那伊朗最大的威胁就是通货膨胀，就是货币贬值，这2个问题它不解决，它这个政权迟早会倒的，不可能不倒。哪有通货膨胀这样子的还能够存活下去？那你别看说，革命卫队发动了几万人上街头啦，什么这个怒吼那个怒吼，它都没有用，都没有用。老百姓如果是在通货膨胀底下民不聊生，他迟早要起义的嘛，就跟满清末年一样。好吧，这个起义镇压住了，那个起义镇压，一下四川啊，一下子浙江啊，一下子哪里，你根本弄不完嘛，一下太平天国，真的，对，几次折腾下来就挂了啦。这种落后的神棍政权，在现代社会里面，如果控制不了通货膨胀，一定崩溃。是。好，刚才蔡委员有提到，现在伊朗与其怕美国的飞弹呢，真的是要先稳住国内的局势比较多，因为已经各种抗议四处在燃烧了。但是川普他曾经多次对伊朗的示威者喊话：“你们坚持住啊，我们的救援就要来了。”结果呢，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美国的援助还没有到，伊朗当局的镇压先到了。《时代》杂志就直击伊朗这些街头的人民怒吼啊，德黑兰的民众他们怒批啊，哎呀，被川普骗了，是把我们当炮灰了。那伊朗当局也趁着这波全面断网争取时间。你表面上乍看是为了压制民意哦，它实质上是要抓出美国还有以色列他们在渗透的这个情报网，包括马斯克说要这个力挺自由的声音，所以呢，他把星链调到了这个德黑兰的上空，让民众都还有网络可以用。那这些德黑兰的抗议热区民众虽然可以用呢，但是也被这个反利用，因为伊朗可以用这段时间哦，找出一整串的美以这个通联的节点哦，把这些通风报信的料杯啊，全部都发现起来。所以川普煽风点火，却没有真的跳下来下场支援哦。现在船还在掉，还要等待一下。那受伤的都是这些示威者，反倒给了伊朗来这个处理谍报战啦、反这个亲内鬼的这个战前整肃的一个机会哦。所以杨老师，你怎么来点评现在美伊这样子一来一往的操作？这一回合，你觉得谁占了上风？川普点火，这个是真的。不只是《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也这么指责他。是，因为你讲了1个多礼拜，说美军即将上路，你们在继续扩大抗议。对，继续闹。那虽然伊朗内部是断网哈，可是它有很多的外界的这些管道传送资讯进去，也从内部得到资讯。因为过去随着伊朗在1979年的革命，然后转变政权的时候呢，很多往外到西方国家的伊朗人组织了很多的团体，有就是民间的，有媒体的，也有政治性的。最有名的就是巴勒国王，然后呢，后来他的儿子接班嘛。对。所以相关的这个资讯其实进入到伊朗内部，也的确带去了川普的这个呼吁，继续抗议，我美军马上要来。所以的确是我觉得后来拖了这么久的时间呢，那扩大这是一个因素之一。但你说川普在这边点火，其实火不是川普点的，火只不过让这个火再继续延烧一阵子。
那当然，哈梅尼后来说有数千人死亡，他如果说数千人死亡，我觉得一定破万，是可能10倍哦，真实数字10倍、哦，真实数字真的不确定，而且一定是这个几倍于此。但是怎么点的火？那刚才蔡委员讲的很好啊，那神棍政权呢，3个层面呢、政、经，还有呢领导人。他这个政治从1979年到现在的整个制度哈，就这种政教合一神权的制度，46年的下来哈，其实已经到一个临界点。因为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最高领袖，对，而不是在政治权力，他在军事、经济、官僚所有的政策一把掌控。革命卫队只是军事，但他也做生意，他也搞走私，到后来他就是被制裁。他所有的石油是革命卫队在控制海关走私的，那还有一个叫基金会，美元之为慈善团体，但事实上呢，大概伊朗每年的20%的 GDP 都进入到这些所谓的基金会，那在做各式各样的生意，那支持的教士集团，所以从何梅尼到哈梅尼，哈梅尼现在也就是36年了，所以他这整个制度哈，我觉得跟伊朗另外一个面，什么面？它有世俗的一面。他其实1980年就开始有选举，每4年的总统选举、国会选举，国会议员有290个，在196个选区，所有的提名人都必须要由最高领袖的委员会同意，是没错。但大部分不是同额竞选，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上的差异，温和派、改革派，所以还算是有意义的选举，虽然不是真正西方式的这个选举，但长久下来，这种世俗化，的这个诉求跟神权政权、神棍政权，用蔡委员的用语，还是有一些，就当然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嘛。然后更不要说他们贪污腐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那第一个政治场面，那第二个经济都很简单了。那你到这几年，因为战争，因为制裁，美国的外部因素，当然制裁因素也是造成他的困境之一。那然后呢，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贪污腐化，经济严重的就是这个问题。那1美元大概现在已经来到150万利亚尔，然后呢，政治当然很简单，就是元首嘛。哈梅尼已经执政36年，现在87岁了，那他的接班人也不知道是谁，是他儿子、2儿子，还是何梅尼的孙子，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次暴动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这种派系因素在背后？有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到底谁占上风？我觉得其实是伊朗现在持续的在把自己再一次的封闭起来，面临到它内部的失败。美国只不过继续的可能在去煽风点火，对，或者是让某个事情再爆发，然后它可能内部就会再有一次类似这种抗议事件。到底怎么样出现，我们不知道。希望这个不会往外扩散，因为当伊朗乱，整个中东乱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的。是，好，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稍后回来呢，还要继续讨论和平委员会这个非常奇妙的机构，是不是川普跟他的小伙伴希望成立的一个乌托邦联合国呢？还有格陵兰的议题，欧洲如果再不团结的话，被各个击破，那么这座世界上最大岛屿的命运要何去何从？我们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